各位好，我是子茂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滚珠轴承的规格记号表示方式。滚珠轴承的规格记号是以基本记号加上补助记号做表示，例如6203cc， 其中基本记号第一码表示轴承的形式记号，例如常见的深沟滚珠轴承，其形式记号为6。斜角滚珠轴承形式记号为7，指推滚珠轴承形式记号为5，自动调芯滚珠轴承形式记号为1和2。基本记号的第二码表示的是尺寸系列，其中径向轴承的尺寸系列号码是由宽度系列加直径系列表示，宽度系列的号码由8到6组成，直径系列的号码由7到4组成。在这些系列的号码中，0代表的通常是基准。以直径系列的号码为例，比0大的号码表示尺寸相对较大，承载能力较高；比0小的号码表示尺寸相对较小，承载能力较小。这张图呢是轴承系列号码的示例。以深沟滚珠轴承为例，比直径系列0还要大的号码，例如2和3。通常搭配宽度系列0，直径系列0以及比0小的号码，通常搭配的是宽度系列1。这样的组合就深沟滚珠轴承来说是标准配置。在这样的配置下，其宽度系列的号码通常会被省略不表示，如图中表示的括号即表示可以省略。例如轴承号码62，照理来说应该是写成602。但是0是基准，是标准配置，所以常被省略，因此才写成62。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宽度系列可省略号码的原则，日系与欧系轴承略有不同。例如 SKF 的深沟滚珠轴承，比直径系列0小的号码，如7、8、9，其宽度系列的号码皆不予省略。所以像是69系列的轴承，在 SKF 表示的则是619。这边再以前面提到的6203为例，如果假设今天要采用的是非标准宽度的轴承，例如采用较宽的宽度系列，如宽度系列2，那这时宽度系列号码就不会被省略，其轴承号码的表示就会是62203。接下来说明基本记号的第三码。基本记号的第三码表示的是内径记号，其中除了00到03有其特定的内径尺寸外，04到96皆以内径记号乘5表示内径尺寸。另外1到9以及500以上的号码，其数值即为内径尺寸。接着我们来看滚珠轴承的补助记号。我们在这边介绍常见的补助记号：封闭板记号。封闭板一般分为金属防尘盖及橡胶密封圈的形式，如图示。以 NTN 的轴承为例，如果是带金属防尘盖，其补助记号的表示为 CC； 如未标示封闭板记号，则表示滚珠轴承为开放式。另外呢，封闭板如果为密封圈的形式，又有分非接触式、接触式、低扭矩等形式。NTN 的密封圈记号如表中的编号所示。由于各家轴承厂商的封闭板记号会有所差异，所以请以该轴承厂商型录标记的记号为主。最后我们来看看滚珠轴承的封闭板有何细部差异。由上图可看出 ，CC 与内圈的间隙最大 ，LLB 次之，接触式密封圈则没有间隙。故以防尘及防水能力来说，接触式密封圈优于 LLB 优于 CC。但由于接触式密封圈会与轴承内圈接触，故受摩擦影响较大，所以不适合用在高速旋转、长时间连续运转以及有定位精度的状况下使用。那如果需要在类似这样的状况下使用，且同时保有防尘防水能力，一个折中的方案则是采用低扭矩型的接触式密封圈。综合以上所述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6203cc 即表示为
内径尺寸17毫米，直径系列2，且带金属防尘盖的深沟滚珠轴承。以上呢，即为滚珠轴承的规格记号表示方式介绍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。